说呢？这个事情其实我是不想吐槽 Epic 的，还是因 Epic 独占老 IP 的事情引起玩家们的争议。我就说 Epic 的意见，也是这一点引起我去吐槽他。最近苹果与 Epic 大战 ，Epic 赢了，但 Epic 的胜利对自己来说非常的不满。但我对他的意见就是他的行为过于引玩家们的争议。Epic 没有把主要目标放在自己的堡垒之夜和虚幻引擎上，更是一直白嫖游戏和抢占独占，搞得自己的收益年年亏损，还声称2023年回本。作为一个2018年末成立的大众平台，成立之后第一个声讨的游戏公司就是育碧，把《全境封锁2》独占到自己的平台。这时候 Epic 还是锁区状态，其他地区甚至还玩不到这个游戏，但这个游戏的玩家评论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而育碧的作死行为就开始了。这个我就留到最后再说。第二个游戏就是2K 的无主之地3了，这个游戏在 Epic 独占就引起玩家们的轩然大波。2019年4月5日 ，2K 旗下的 Gearbox 工作室宣布《无主之地3》独占到 Epic 平台之后，引起大量玩家对 2K 的不满。这时候还没有解锁国区，甚至在前作《无主之地2》的评论区差评连篇。直到2019年5月14日 ，Epic 才解锁国区，而这时候玩家们的争议就少了，但是还是有对 Epic 不满的事情。下一个游戏就是《沙漠3》了。2019年6月11日，沙漠3在 Epic 商店独占，也是引起玩家们的不满。虽然已经解锁过去了，玩家们也是作为 Steam 的老客户才发生。但是玩家在 Epic 购买了沙漠3的玩家想退款时，遭到 Epic 官方的拒绝。直到沙漠3发售之后，玩家也不会买账。然后就是到全面战争特洛伊了。官方给出全面战争特洛伊独占 Epic 商店的原因就是吸引更多玩家。我认为官方的说法还是与 Epic 有私密关系。作为一个 Steam 的老客户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如果是同步到 Epic 商店，玩家们还可以接受。这样无意的做法不仅是引起玩家们的不满，还把自己的全面战争系列在 Steam 平台弄得一团糟。所以世嘉要看待这个事情。身为 Steam 平台12年的老客户了， Steam 平台依然是玩家们的首选。你也不是吸引玩家为由，把自己的商品独占到 Epic 平台。下一个游戏就是杀手3了，又一款与 Steam 脱钩的游戏。这时候玩家已经不会在 Epic 商店买账了，玩家们都在等 Steam 平台的到来。游戏销量连 WB 都摸不着头脑，由于信息量很少，也不透露很多。但是玩家对 Epic 少的原因透露不出玩家们的感情。而下一个游戏不仅是我不想看到的，而是更多索尼克粉丝更加不想看到的，就是索尼克色彩终极版了。我真没有想到这个游戏会独占到 Epic 平台，索尼克与 Epic 根本扯不上关系。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个游戏独占 Epic 的原因就是沙漠3或全面战争特洛伊的问题说起，要么就是吸引玩家为由，要么就是 Epic 砸了巨额资金，强制透过 Steam 平台，引起玩家们的争议纷纷不断。所以世嘉要认清玩家的声势，不要与这两个游戏销量不佳买单，以此影响索尼克30周年的作品。发布索尼克30周年的作品，别只顾以着吸引玩家为由，导致变成无主之地3的案例就有你好受。到时候玩家不是骂 Epic 那么简单了。Epic 为了抢占独占，销掉巨额资金，把新 IP 和老 IP 游戏成为自己的独占鳌头，从来不顾自己的堡垒之夜和虚幻引擎的死活，将这些 IP 独占到自己的平台上。如果你是一个新 IP 而成立的平台，这点我非常的赞同，也很值得玩家们为此买单。我只想说，你抢占了僵尸世界大战、控制、天外世界、众神陨落、王国之心、科纳精神气球这些游戏还不够吗？今年还想拉拢回归 Steam 的 EA 脱钩，甚至还想把 EA 的孤岛危机重置版独占到 Epic 身上。EA 也不会为此自己的游戏而就选择站边。我们再来说说 Epic 平台本身的问题。Epic 商店与 Steam 商店差别非常大，没有销量记录，没有评论区，没有社区页面，导致自己的平台如此简化。好友列表也是简化到现在都没有去改版，这也是玩家感到 Epic 平台如此烂的原因。虚幻引擎崩溃频繁发生，还是在自己的堡垒之夜上。堡垒之夜升级虚幻引擎之后，崩溃世界一个接着一个都停不下来。不仅是在 PC 平台还是主机平台，都有虚幻引擎崩溃的出现。Epic 还不顾玩家的感受，直接说出要把显卡驱动更新。
国外玩家还因虚幻引擎崩溃砸了电脑。我就很好奇，今年年底能不能把虚幻引擎 5.0 版本登录到自己的堡垒之夜上。3、云同步问题。iPad 的云同步是等于白做的，根本没有实际性的效果。同个灾害在另外一台电脑运行游戏时，没有把原电脑的游戏同步到网上，导致另外一台电脑没有原电脑的数据。我测试《王国之心3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游戏画面就重新开始，而 iPad 无视自己的平台的问题不去修复，一直与游戏公司打官司，不顾自己的主行做法，导致自己的收益年年亏损，独断策略亏损 1.3 亿美元，去年还亏损近3亿美元。这样不顾自己的主要项目来营业，很容易引起其他公司的又重视。今年8月7日，谷歌曾经考虑联合腾讯收购 iPad 平台，还不是苹果与 iPad 大战引起的。iPad 不顾自己的行业肆无忌惮的白嫖游戏和抢占独占，还自己掏钱游戏给玩家，吸引更多玩家入坑。今年还送出了200块钱以上的尤卡莱利和猿王。这种经济亏损的平台，只有 iPad 才能干得出来。iPad 把你抢占独占的钱砸在你的堡垒之夜上，砸在你的虚幻引擎上，不香吗？虽然你有大育碧的顶梁柱，但育碧已经走错了道路。2019年6月，育碧宣布推出 Steam 平台之后，作死大法就开始了，作品一个比一个烂。首先还是全境封锁2开始，育碧的游戏都没有做好过，引起大量玩家都在喷育碧的游戏，直到幽灵行动断点、看门狗军团、渡神地都是差评连篇，只有刺客信条英灵殿才拿得出手。如果育碧的孤岛惊魂6和彩虹6号异种再做不好的话，育碧只会走向游戏界的末路，也没有资金去做未来的游戏，也是育碧推出 Steam 的问题感到后悔。所以iPad 你先把你自己的本身的问题解决完，才能得到玩家们的青睐。你再这样运营你自己平台的游戏的话，你总有一天会被谷歌收购。